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李延凤，大家好；前民众党张荣伟、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周伟航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时事评论人黄一中老师。大家晚安。好，那你会关心国内823哦？我相信有很多人还是会关心大罢免，因为有七席。但是823同时会有核三研议的公投。那这几天呢，大家看到，包括当然重点，你会看到当正方跟反方之间的辩论的时候，焦点当然会摆在黄昌民众党主席黄昌身上。那从以前的永和到从以前的反核到现在的永和，所有的论证上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些的讨论。那当然对国人来讲的话，这蓝白合之间会一路摧枯拉朽下去吗？那对于绿营来讲的话，现在是不是在做清战场的一些动作？包括1万块，好，恭喜恭喜老爷，贺喜老爷们。那1万块确定要发了。那时程上，本来在原来的条例里面是说10月底以前，那现在呢可能在9月份。是不是9月份？当然发放的时程也许会长一些，但是这过程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好，但是不管怎么讲，我们先来看一件事吧。这一次核三研议的公投，把大家的思绪又拉回到台湾在能源政策上面到底会怎么样？好，现在看到来一站。黄章提出来了一个，还记得吗？那个就核废料到底该怎么办？对，这个是过程当中大家一直在论证的。他有一个想法，对，核废料绝对不会放你家但是这句话是谁讲的？我以为是徐小新最先讲的，因为徐小新说啊，核废料放我家，我 OK 啊。他第一个讲的吗？不是。是黄国昌在2018年第一个讲的，他说啊，没有人希望把核废料放在自己家里嘛，所以放在自己家里这个概念，黄国昌在2018年你自己在做反方辩论的时候就已经讲出来嘛，所以昨天那场辩论啊，叫做2018年的黄国昌跟2025年的黄国昌在辩论嘛，所以他必须解决核废料问题，他也知道，因为他2018年他提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核废料问题，他异想天开啊，想一个所谓的钻井技术 DGB DGD 这个我也很难念，很简单啦，就是钻井啊，往下钻，下面3公里到5公里的几乎是一座玉山玉山才4000左右，4公里而已嘛，所以它挖到所谓3到5公里之间，然后把那个核废料住进去还不是埋进去是住进去。我就不知道它住的过程是用液体呢，还是用箱子就不一样。这两个的技术完全不一样嘛，就不用说，其实技术上面有很多的问题嘛，包含台湾的地质破碎啦，包含地震带来的问题啊，包含地下水文的问题，这些压力会因为地下的压力跟热能都会比地面上高嘛，甚至是每下去1公里就会增加30度嘛，这些温度会不会导致你的核废料外泄，而导致了地下水文污染到全台湾，那么的更惨。所以先不管技术的问题，黄国昌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到底如果要往下挖井，是挖在你家还是我家？挖在台北还是新北啊？挖在屏东还是金门啊？这些东西才是问题嘛。因为除了技术问题，核废料的处理就是一门政治经济学。先讲经济。到底挖下去，你盖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场要花多少钱？这件事情谁给我们答案？黄国昌啊，2017年有给我们答案。2017年的黄国昌说啊，3座核电厂除役需要4200亿元，这个数字跟台电当初估计的674元相较，高达6倍以上。这只是除役除役完之后，你的核废料的储存总共需要6200亿，比2011年估计的后端基金，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核电里面都有一些钱是拿来作为后续处理的基金，这些后端基金啊，3353亿多出来了近3000亿元，这是2017年黄国昌告诉我们数字。他从昨天有没有跟我们讲？到底这些核废料，你的 DGD 技术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多钱？而花这么多钱，它是最后一句话，长期以来所宣传核电便宜，根本是谎话。因为如果加上这些钱，核电就不便宜了嘛。这个叫做经济学。那什么叫做政治学？
低端核废料处置场，我们已经有设置条例了，这个已经过了哦。过了之后是要公投的，那你与其花11亿元弄了一个，不管你投同意跟不同意，到最后还是要回到经济部，还是要回到台电去评估安全无虞，你还不如赶快设置所谓的你的低端核废料处置场，如果需要公投，到底是哪一个县市来公投嘛？那你要说服当地的居民要不要接受这个核废料处置场嘛？另外，高端所谓高污染的、高放射性的这个核废料处置场，现在连条例都没有。蓝白现在立法院不是过半吗？不是主张要用核电吗？赶快把高端核废料处置场相关的条例赶快立法完成。而一样，如果低端要公投，那高端更是要公投了。如果我们要请因为包括林涛跟严凤两位，包括蓝绿两大阵营在这个地方，对于整个包括公投上面这一次正方跟反方的意见以外，伟航，我可不可以简单问你一下，你时代力量嘛？对。因为吴峥这2天在节目里面拿了一张照片，是时代力量当初在也是在核三公投那个时候不是有游行吗？然后你们拿了一个布条，然后黄鸿昌那时候是时代力量的主席，核四公投啦，核四公投，对，他是主席，然后站在中间，然后吴峥他们在旁边，以跟黄鸿昌共事过，时代力量当时你们那时候是一起反核的嘛？对，你现在看到这件，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你的感觉？这基本上来说，时代力量里面的反核派是非常明确的啊，甚至连民进党都在外传说是不是有动摇的时候，时代力量是不会改变这种立场的。那当然，在时代力量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人只是被大家的架子架上去的，不能排除啊。Okay. 当时因为可以有这个发言的机会，我想。当时大家现在看到2018的那个辩论片段，那一定是黄国昌主动去争取的。即便他可能并没有那么样的反核，但他知道这个时候他需要在2018那个时候，他需要去抢反核扛把子的那个民意力度的这个领头羊地位，所以他那个时候站上去嘛。但是他现在完全立场改了，其实当然就像一般人一样，我们现在也是看笑话，就是说。完全都是你在讲我们当年甚至把自己的发言机会让给你去表现，那你把这些东西表现完之后，今天也不用别的，也不用什么反核少女了，就2018的黄国昌、2025的黄国昌都可以进行辩论了嘛，直接就大家就是所有的内容都可以他自己去完成一个我们的完美的闭环，什么都是你在讲，根本别人都没办法插嘴。我个人认为他只是在促成什么黄国昌的宗教性。虽然他最后面有强调我们是务实理性科学的继续走课文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要怎么去克服这一种完全相反的矛盾毕竟小弟以前也是做宗教研究，我们宗教研究有一个概念就是叫神议论就是上帝如果全知全能，怎么会容许世界上充满苦难？这很难解释，所以就发展出这个专门的学问，实际上就是想办法把它掰回来。掰不回来的话，我们就用信仰克服一切。所以当小草看到黄国昌有完全自打脸的这个说法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什么呢？把对于柯文哲的绝对崇拜放在绝对相信黄国昌身上。所以很多小草看完辩论之后，就也发现，你说黄国昌根本没有在跟那个反核少女辩论对，他只是在不断的验证他自己的像神谕一样。错都是民进党的错，我是一个正义的神，我对抗万恶的民进党，请你们继续相信我。所以实际上黄国昌他也不是在跟你进行所谓的理性的申论，他其实只是一样，就是诚如我们前几天讨论，他是想要做新的阿北，OK， 做新北啦。林涛今天是朱立伦主席跟黄鸿昌主席会在高雄合体，对，也是为了包括核三研议这个公投，你要去宣传同意核三研议这些嘛。对，那其实823这一仗对于蓝白阵营来讲的话，是要再一次验证蓝白携手能够一路这样子往下摧枯拉朽往下走吗？没错，这现在在726之后，蓝白继续合作，一路甚至延续到823，甚至2026的味道，其实这个氛围非常非常的一致。而这个一致，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一次的核三投同意，他们今天晚上朱立伦主席跟黄国昌主席就会在高雄来合体，而且不只有一场，高雄场完还要回台北合体。所以用这个核三对于台湾人员很重要的方向，核三必须研议重启的部分，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其实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他是希望蓝白，他是希望能源可以这样做一个延续，而且你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很特殊啦，为什么？因为国民党主席自己在这个党中央，我也在现场，他推出了一个莱尔校长
的 CF 打中了社群，这已经创下这至少是1年半来社群的新高峰，在政治文宣上面。用最低的成本，用最高的梗，最好笑的态度，能够把能源的议题把蓝白拉在一起。所以这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莱尔 CF？ 其实对小草也很重要啊。小草在社群上看到这个也很有梗啊。然后中间选民跟蓝营的现在社群刚好民进党现在在搞内乱，所以他们的新媒体部跟他们所有的部门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面对823提出相应的这个社群的这个角度啦。我们当然是提出了这个角度，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几个这个议题哦，你可以看有一些，当然有些党内的人也出来讲说，我们真的要走向蓝白合吗？还提出很多的疑虑。我必须要很清楚的讲，现在到未来就是蓝白合的天下，就是蓝白合的共识。所有对蓝白合阻碍的人或是主张，我都觉得你是不是没有看到这1、2年来台湾的政治局势？你是不是沉寂太久？是不是这些宣讲跟作战都没有参与，所以你才不知道蓝白一起作战了很久，还在出来喊要阻挡蓝白合？所以我觉得，当然接下来对2026年各县市首长的机制、跟细节、跟人选都可以讨论。可蓝白合它绝对是一个大方向，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主席在2018跟2025年的立场的稍微的变化是非常合理的。原因是因为2022年在俄乌战争之后，对于台海做了很多的兵推，其实都针对能源韧性这个打了不及格的分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靠天然气的 LNG 船，撑不了多久。可是靠核能电厂，我们至少有1个核能电厂，这是美国主要的主流的意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都靠天然气的 LNG 船，撑不了多久。可是靠核能电厂，我们至少有1个核能电厂，这是美国主要的主流的意见。所以你可以看到国安的角度。第二个呢，你可以看到现在核能归零之后，我们用配发电所有的空污健康的议题往上拉。所以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健康的议题、国安的议题，以及现在国际趋势有一个新核能的解决的方案，应该要讨论的状况之下，黄国昌主席在2025提出的这个主张都是很稳健的。OK， 来云凤，有让你解惑了吗？原来黄国昌的改变是因为这些原因。没有，其实我先第一个啦，刚刚林涛讲说，那现在是蓝白合的天下哦，那任何一个国民党或民众党阻挡他的人，都是过去没有参与政治。但是我们看到过去1个多礼拜，从黄国昌宣布要选新北市以来，谁反对？张思刚议员啊，李博义议员啊，包含李乾龙这个大前辈啊，他们也都跳出来说，在新北市蓝白合这件事情还要再讨论啊？那林涛，你要不要先回去问问这些前辈们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刚刚也讲到说，大部分台湾民众都是支持核能政策。那这个就是你们蓝白合现在就有一个不一样的说法啦。你看黄国昌他在2015年的时候，这个他写的文啊，他写说，当全台湾普遍的民意都指向废除核四。那你现在又跟我们讲说，大部分的民众是希望核能政策的，你这句话的依据来自于什么？你是民调，还有做调查，还是什么样子的依据？要讲清楚嘛。依据蓝白合。对啊，依据蓝白合，你们最大的政治利益吗？然后再来我觉得核能研议有主要的3个面向，应该这是科学而且安全的问题。我讲在座。请问你们是屏东人吗？在座有没有屏东人？我是屏东人。为什么这个核三的研议是透过一个全国性的公投要来决定我们屏东人的未来？公平吗？黄国昌去跟蒋万安见面，说他们支持核三研议，是因为南电需要北送。请问我们屏东人，我们过去40年来，核三在我们那边，我们每天要过着可能发生核灾、地震这样子的恐惧的时候，台北人，我们不是说南北的问题，而是你们这样子透过这样子的公投，对我们屏东人来说公平吗？我们只是想要问这件事情。那我刚刚讲有3个面向，刚刚有讲到核废料，当然已经讨论过了，再来就是核灾的问题。核三，它是位于恒春地震带的旁边，这个是不争的事实。那万一发生状况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多少的代价？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土地就是那么大，我们经不起一次核灾发生的这样的风险。所以到目前为止，国民党、民众党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你的核废料到底要怎么处理？你发生核灾的时候，你要怎么因应？请你告诉我，我只是要听这个答案啊。武哥真的，我不忍很尖锐的来回应他，但是我可以很温柔温和的来回应他的论点。第一个其实在我的申论里面的第2点就已经提到了，蓝白合是大事，可是针对所有县市政府的机制跟人选或容讨论，其实刚才严凤可能没有注意到听到这个论点。然后第2个部分，他是拿这个手板，这手板是黄国昌2015年那时候的民意，现在是2025年10年之后，现在2025年10年之后的所有的民意调查都告诉大家，支持核能的趋势是有高达68%到75%的人，所以今天严凤的意思是说，我拿2015要来挑战2025年的民调吗？这难道是民进党的主张吗？第3个，公投很多的政策，它落实会在不同的县市。如果今天在这个政策底下，他说公投不能决定任何一个地方的方向的话，那叫做公投无用论。民进党过去也不要提公投了，因为公投的结论就是没有办法实行。那赖清德也讲很清楚嘛，核灾啊，就算你同意公投不能决定，这是台湾过去民进党面对公投的态度吗？再来做最后一个补充，因为林延凤他是拿福岛，他完全不了解福岛，是因为他的发电机组在地下室，所以水淹海啸过来第2层次，让他发电机组没有办法及时让整个这个停止的这个程序启动才会发生。这在所有台湾的核能电厂都已经做预备的状况之下，到底林延凤还在拿过去的旧资料，在论述这一次的核3研议公投，其实应该好好做功课。医生要先讲吗？公投不能解决，是因为这一次的公投主文的问题。有本事你就直接讲，绝对一定要不要安全无虞，还要行政系统、经济部去评估，安全无虞之后才能启用。你就说经济部你就一定得启用。那这个公投就有意义啊！你又回到所谓的行政部门去评估安全无虞之后，我直接讲，那评估的时程呢？20年、30年，是不是我的评估项目有一项就是核废料要解决完之后才采效说安全无虞？这些都是问题嘛。另外，民调、民意会起伏，科学证据不会起伏，还有民调会起伏，会上涨。没错，现在蓝白就是6成，但是钱只会通膨啦。告诉我们，到底黄国昌你在2017年讲的这些费用，今天只会通膨不会往下降的情况下，你2017年估的这些数字，你要不要回答？到底现在要花多少钱？严凤，刚才林涛有直接点名你，要不要回应几句？好，所以我不知道林涛他现在又是地质学家，又是核能专家。我刚刚讲的是全世界的这个核能专家他们写出来的报告，那除非你现在是要反驳这些专家学者的报告哈。然后第2个呢，你刚刚讲说现在这些世界的国家都已经做好完善的评估，所以核能是绝对安全没有问题的。那请问为什么还会发生核灾的问题？如果是这样就不会发生啊。我要讲的是说天然灾害。任何一个人类都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完全能够保证去抵挡天然灾害的发生。我们只是要去预测说，不能让这样不幸的事件发生，把伤害降到最低。明明台湾就可以有其他能源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只有核能一条路。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部分。那现在看起来，杨明，如果照林涛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就是蓝白合的天下。你如果从去年的立法院表决看起来是蓝白合的天下，从这一次726是蓝白合的天下，到了823，如果这一仗蓝白合之下再过了823，不管是那七席的委员或是公投核3研议公投，刚林涛讲眼光望到2026，我相信有人已经望到2028了。现在一路上每一次当然它相对会出现另外一个，就是立法院蓝营是要靠白营的8席，大罢免是要靠黄国昌跟白营少草之间的帮忙才能够24-0，所以这些也象征在未来某种虽然叫蓝白合，但蓝营还是要看着一下白营。譬如你说南投县长许淑华为什么要这时候出来讲？当然因为有2席在他那个地方嘛，他也直接讲黄国昌对国民党声援的同时，征服了国民党支持的心哦。
民众党是国民党的鲶鱼，民众党制造鲶鱼效应很有战斗力，国民党要学习，国民党学得来吗？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体两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哦，在2024年的立委选举里面，你可以看到国民党里面有一些比较属于战将型的这种比如说接臂为主的，像徐巧芯，他跟柯文哲非常 match。甚至他是在有些场合是会跟柯文哲同框。即便自己有自己的侯友宜这个总统候选人，但他利用一些机会同框。好，那最后的票选，就是说选票出来的结果。看起来小草是愿意去支持的，所以我说这种鲶鱼效应，蓝白合之后是两边都会流动，就是小草也愿意往你这边支持，而现在黄国昌的角色就有点像说很多蓝军那个叫恨铁不成钢，哇，我必须说确实很多尤其是深蓝的，以前恨黄国昌恨之入骨，因为当年黄国昌在时代力量监督国民党的力道非常强，尤其从2014年太阳花以后，黄国昌一直是很多蓝营很多人里面心中永远的痛，甚至比如说像有电视台关台啊等等的，这很多议题过去黄国昌无意不语，好，可是现阶段因为变成说在野阵营他站在同一个，我们常讲。有一个主要的敌人叫做赖清德政府就是说或者说民进党就是说他们要联合次要的去打击主要的。好，当今天在这个前提下，反而蓝军很多他突然其实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就本来这些人这个人对你来说是应该是敌人，对。可是当今天有一天他的立场突然转变，变成你的朋友的时候，你还举起双手来拥抱他。当然里面我说蓝军不是全部买单，这个鲶鱼效应对。特定的族群有效，但是在蓝营里面有一批精英分子是不买单的。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天像比如说前立委陈学圣，他会直接讲说你黄国昌你开口就要直辖市啊，就蓝营内部还是会有一些人可是这种声音在现阶段的主旋律叫做蓝白合状况下，就会变成杂音。它不会变成主要的这个议题的效应。所以你说连。拜托，许淑华何等人也，女战神呐，什么神力女超人，对不对？你看，也连他都要遵从黄国昌。当然，现阶段我必须说，彼此是互相，那个叫各取所需。现在是彼此是互相帮忙。可是，当那个矛盾点出来的时候，就有点像是2023年年底的在谈所谓蓝白合什么浪几趴，当那个矛盾点出来的时候。才会是蓝白合面对下一个阶段的合作，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的关键点。所以我觉得那个讲的这个所谓的鲶鱼效应的关键是在于说，现在蓝军的人是把黄国昌当作监督执政者的战将。现在蓝军的人是把黄国昌当作监督执政者的战将，所以而蓝营里面老实说没有吗？不是没有，是在罢免24席24+1那个时间，大部分战将全部都绑手绑脚啊。那现在还有7个是绑手绑脚啊，所以那时候就看到只有黄国昌一个人挥洒自如，说冲就冲，说撞就撞，所以很多蓝军的朋友是在那个时候对黄国昌突然被圈粉。我必须强调，可是你会看到726过后，国民党里面，比如说王宏威，他又开始这个什么，他说什么蟑螂窝什么这些东西，他要去调资料徐巧芯到脆上面去这个攻击，你看像林涛马上他们就要做广告了，你看，所以我说蓝军这个某种程度也许会有一种效应是让蓝营也变强，就是在这个监督民进党的力道上面会变强，当然。那种矛盾点都会有啦，只是说那个矛盾点什么时候会被极大化。而现阶段看起来比如说以新北这件事情来讲，黄国昌的表态，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刺激蓝营内部的加速整合。因为其实蓝营内部还没有搞定啦，就是说新北还没有定于一尊。虽然大家都认为应该就是那一位川博，但是侯友宜这边还没有正式点头嘛，所以他还需要一点时间。可是当今天黄国昌出来，某种程度他可以变成蓝军内部赶快凝聚的一个压力，然后呢，最后再跟黄国昌去谈如何整合。我想如果有了平台，有了机制，
蓝白合才有可能往前走啦，否则永远都在那边加3%减3%，什么正负6%，对，永远在吵这个东西的时候，蓝白就永远不可能合，只要进入到制度面。所以我说这一块，我认为黄国昌某种程度，许淑华县长他确实看到了蓝营里面期待的是这个像类似黄国昌这种监督的力道。所以你说蓝营林涛也可以做到啊。林涛他在2022年记不记得还有2024年在选前他都是第一个才站出来，现在被告几条了？10条。对啊，但是10条都赢。对，就是说你看，就是负责出来监督政府的人，他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蓝营里面的一个战将。我想黄国昌可能某种程度填补了很多蓝军支持者看不到的那一块的遗憾。可是在我认为726之后，蓝军会有更多人加入黄国昌，变成一个联盟。一中可以想象嘛？那时候柯文哲，柯文哲那时候从疫情的时候还记得吗？直接炮打中央，然后包括直接骂民进党中央包括疫苗的一些的问题，然后直接骂总统，所有这些，黄国昌看起来是成功的复制这一块吗？所以他不止虏获了小草或是民众党，连如果照许淑华的说法，是征服国民党支持者的心。但是刚讲到，如果对于核能之间立场的转换，它不是单纯政治态度的转换啊，也不是征服人的心就结束掉这一块啊。但是不可讳言，如果照刚刚杨明讲的意思，就是说国民党也有这样的人啊，只是在前面那一波没有办法这样的挥洒，所以黄国昌就看起来就是脱颖而出是这样。而未来呢？未来看起来的话，就是白营这8席，还有黄国昌带小草，虽然蓝营的支持度或是立委人数都多，对。但是你们就是缺少不了我这些啊，所以刚刚讲到，那未来怎么办呢？大家要合，该怎么合？现在黄国昌就是已经组成了一个，我用中共的术语来讲，就是反赖清德统一战线。我们常讲统战，其实正统的统战指的是统一战线。就刚刚杨明讲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结成一个大联盟。在这个大联盟底下，即便双方这些统战的这些对象有一些不愉快，但是在这个最大的目标底下，它其实是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反赖的统一战线，现在看起来黄国昌就是这个粘着剂啊，而且黄国昌这个粘着剂比柯文哲这个粘着剂还粘得更牢。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柯文哲对民众党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没办法很轻易的在谈条件的时候把民众党交出去。因为本来如果这样讲，本来其实2023年11月那时候是谈成了，是因为回去以后，因为民众党有的哭，有的讲，所以柯文哲讲那句话，小草不放弃，阿北就不放弃，所以他是有情感在，但黄国昌并没有情感，黄吕国昌他没有这个情感，他纯粹就是政治上的，你说是计算或现实都可以，所以对他来讲，现在这个大联盟其实是非常对他来讲有利，而且刚刚讲杨明也讲到，因为之前国民党很多立委卡在大罢免，他有时候绑手绑脚，所以这个时候黄国昌，因为他那个8个其实没有被罢免，所以他完全就是大放。黄国昌心里有一个痛，就是在去年的8月的时候，因为大家记得他其实去年他就已经讲说他未来会不排除要选新北市长，后来 T 台就帮他做了一个民调，那个民调就黄国昌心里面一个很大的痛，他只拿到10几%，刚刚讲李四川40%嘛，就等于是碾压嘛，所以他这个痛，他怎么样回来呢？黄吕国昌，他用1年的时间把自己活成国民党的样子。他活成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样子。国民党里面有些人都还没他国民党。什么叫国民党样子？就是打赖清德啊，他打得比国民党里面还凶。你们骂赖清德都没有我凶。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场子那些国民党的支持者，过去当然对黄国昌会有的意见，可是随着黄国昌一路打得比国民党还凶的时候，那些国民党的支持者会觉得说，对我们现在就是需要这样的战将。所以他现在可以画巴拉 Ken 啊，那大罢免这一拖25比0嘛，加新竹的话，就是高虹安就25比0。你说他没有战功，一定有战功。所以他现在已经画巴拉 K， 他动作又更快。他这一只冷鱼已经，国民党还在焦灼说未来的国民党主席到底要由谁来选的时候，黄国昌这一个反赖的共主，这一只冷鱼，他已经组了2026的选举对策会，民众党，而且这个名单很特别哦，他们我算起来有9个名单，除了主席跟秘书长当然成员以外，其他的名单其实我看是有意义的哦。比如说邱成远，新竹市党部主委，他现在是代理市长，然后他要接新竹市党部放进去。新北市党部主委周台主放进去，宜兰县党部主委陈婉慧放进去，然后
民众党立委张启凯放进去，民众党立委林国成放进去。我刚刚点这几个人，你知道吗？这几个都是被黄国昌点到要下去选县市长的，或者是他那个选区是要选的。所以他的这个9个名单里面，其实就是把他们未来会放县市长名单的这些人，不管他是本身是候选人，或是他已经，比如说像新竹，他是准备要提名高虹，他都把他放进来。他已经放进来，意思。黄国昌现在已经点了好几个了嘛，他比方说他甚至也他之前就点了嘛，除了新竹市一定要让，新竹市你不用怀疑，高虹安大胜，所以那个新竹市是一定要让。那除了新竹市以外，他剑指新北市，然后另外宜兰陈婉慧，其实陈婉慧上次选的还不差，他在宜兰立委那一次啊，民进党当然是当选42%，但陈婉慧有拿到21%，算是也有经营啊。然后再来就张启凯，原本是布局嘉义市，没有黄国昌现在帮他加嘛，彰化县他也可以，你看帮你划了把他可以，他还有个林国成之前喊出来说。不排除可能要去选台北市长，所以你看他把这些名单都摆出来以后，对他来讲，我跟你讲，他第一个，他当然新北市他是志在必得，因为他活了一整年，现在在做民调，我相信他绝对比1年前民调来得好。那第二个是他做这个动作，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是一个买空卖空的概念，你们还不懂他，我感觉他是这款个性，因为他不打100%没有把握的仗，所以他没把握是不会乐意算。但是他现在喊出来花了8天以后，我要选新北市哦，我愿意跟国民党 PK 民调。这个局他已经站在高位，那国民党势必，如果你不跟他 PK 民调的话，国民党就破坏蓝白合，就是罪魁祸首。所以国民党势必要推人跟他比。好，那第一个，你说川博当然民调很高，可是川博有个尴尬的地方，侯友宜就不喜欢他。大家都知道，所有人都知道，所以侯友宜为什么一直在推刘荷兰嘛？所以如果我是侯友宜，我有个 priority， 刘荷兰如果能上，当然是上选，那看起来不可能。那我最不希望的是李世川。那中间有一个期望值，就是说，如果没有刘荷兰，他也不希望李世川的话，黄国昌会成为那个中间的期望值。黄国昌如果只要不是川博都可以的意思吗？我如果是侯友宜的话，也 OK。我如果是侯友宜的话，我有个排序，对，但如果刘荷兰扶不起的话，那我也可以去扶黄国昌啊。所以如果黄国昌跟侯友宜结盟的话，他们在比民调上，那你说川博有优势就会被拉下来，这一个。那第二个，即便这样，如果川博的民调还是比较好的话，黄国昌就说我成全。衰亏，因为他就怯战，然后你又欠我一份钱，对我衰亏嘛。如果川博最后赢了，那好，那我就让嘛，我让给你。所以国民党你又欠我一个大恩情啊。那反正我还是有民众党主席可以当，只要柯文哲不要出来，我都有主席可以当。所以我还包有这个主席，我还可以继续跟国民党谈其他地方，比如说彰化要不要让，宜兰要不要让，我在那边玩棋子的时候，你国民党欠我的恩情就不断的累积，所以国民党将来如果那些县市长能选上，他们要不要感谢黄国昌？当初是国昌帮我们敲开，本来张启凯要选嘉义，本来张启凯要选彰化，那是我们国昌主席去协调出来，所以我们退。所以这一笔账，2026不管最后民众党可能最后只有新竹一席，可是其他地方，每个地方都让给国民党，这些县市长有没有欠他人情？有的话，2026接下来是什么？就过了1年多，就是2028了耶，要选总统最大拖的在后面，好不好？所以卢 and 昌沛不是不可能所以我说买空卖空吧，他最后搞到最后，他自己也不用下去选，然后最后捞的一个国民党支持者都认为说国昌帮我们，县市长都说我今天能选上是当初国民党帮我们协调，那这样有没有功？有功的时候，最后如果要卢昌沛，那个反弹是不是相对就小？不是，如果一中刚那样讲的话，那全世界都欠他恩情啦。光是24席委员欠，接下来那个7席委员欠，罢免，然后接下来就是公投这个地方大家欠，然后刚才讲到那每个县市首长，如果我这个地方帮你们瞧一瞧，你们也都欠我，就全世界都欠你恩情的那种感觉，那我就是大恩人吗？不讲别的，光讲一个新北，再讲一次，新北人口超过400万，全国最大的票仓，对国民党来讲，好，李乾隆讲的是啊，大家不需要灭自己威风，也不需要讲说那个不要比小的那个什么，就算大的比，我们也不会输。李乾隆讲的是这种气魄的问题。对，那你们跟黄国昌之间总是有同僚情谊，你们认知到那天是谁啊？李亮君，亮君那天在节目讲说，我请他讲一下跟黄国昌，那这次不管讲新北或者是核能，那他开口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那他来讲一下这个，对你们来说。那黄国昌为什么要开口新北？大家讲起来好像他都是那出谋划策，然后已经破坏了多少一些东西，是吗？还是他就只是理想上，我就想打新北嘛，不行吗？这个刚才讲到欠人情这个事情有时候到底有没有欠，大家是放在心中嘛你真的有帮忙，那当然我以后一定要回报你，政治伦常但我这边
就讲一个，刚刚反正都提到了这么多人，我都讲一个时代力量内部的故事。时代力量有过很多次内部的斗争，有一次黄国昌在面对一些年轻世代对他的质疑的时候，这些年轻世代也是选过议员的嘛，那我也不讲是谁啦，都大家认识人。但是黄国昌非常生气，讲了一句话：你当初选举的时候，我钱是有少给你吗？就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欠我？你当初选举的时候，我钱是有少给你吗？就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有欠我？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再吵了。他很在意这一点。现在黄国昌也很清楚，为什么726的时候大家都急着提款嘛？不管结果你要怎么解读嘛，一定是我比较有贡献。不管我是国民党的谁，或者是我就是民众党的头，或者我只是民众党地方党部，一定都是我有贡献。然而726就算有累积极乐极点卡，什么时候把它用掉？对国民党来说，当然726的恩情823就换掉。我们的兑换期限823啊，公投我挺你了，哎，对，公投就对给你了哈，这个就兑换截止了哈。难怪台林涛那么力挺黄国昌啊，对，力快。我刚才已经说会延伸到2026的蓝白，拿吐司只能换吐司，不能换到肉，新北没得谈啊。这个823兑换派一定是非常主流，直接就还你了嘛。接下来我就不会被你擒了啦，反正你就是一次726嘛，726也是这样大罢免，823其实也有大罢免，我不管什么方式啦，反正还了。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你想黄国昌会答应吗？绝对不可能嘛！我换823干嘛？我要换一定换2026。好，所以黄国昌怎么去促成这件事？他的823明明你应该照道理去忙反罢免，照道理去忙公投的时候，他突然出来说选新北，我要成为最好的选择，他就直接先要来换了。不管怎么样，我这个集点卡已经交给你了啊！你今天上面有盖点数，他是说更好的选择，对，更好的选择，你觉得现在的不够好？哎，那该怎么换，就变成国民党的智慧。所以啊，当然讲到新北，为什么一定要先选这个最大的？台北这边哈，你说要跟蒋万安换了，蒋万安就觉得你干脆就出来选算了，反正我是打败黄珊珊上的嘛，我跟2家选我都能上。沙我不是没有经验，对，我才不管你。所以他也知道换不到，所以他直接去挑刘荷兰，现在气势比较差嘛，所以他就去挑这一块。然而重点是哈，这一张卡递出去之后，那些人都说先缓缓，这个不急，先缓缓，往后压。为什么？包括李四川的态度还没有表态嘛。再来就是刘荷兰，大家都知道他是侯友宜的人，侯友宜是怎么思考蓝白合这件事情，永远都会想起武汉肺炎嘛，永远都会想起6点协议，不是吗？在侯友宜的心中，他是有创伤的，什么创伤？就柯文哲一直吵架啊，你民调比较低啊，我让你啦，38、68什么的。好，但重点就是在于说，现在刘荷兰的亏是不是比较卖？是嘛？那是侯友宜会认为，上次依我个人的经验。比什么民调我都输，但最后我票开出来是赢的，我至少赢你啊，就是这一点，侯友宜他就觉得说那就没什么空间啦，哈，那比民调好吧，那李乾隆他可能会尝试说好吧，那比民调，但大家也都知道，李乾隆一向都是最反对什么蓝白合，因为他们都很清楚知道换这个选市长、县长这种事情哈，真的太难了，以民众党这些人实力真太难。想换的一定其实是议员啦，就是 N 不要再加1，甚至你 N 有人不选了，你不要去，比如原来上一届当选5席，这次你顶多提5席，即便你原来提6，就不要提到上次那么多。也就是说，黄国昌真的想换的这一个，他2026的胜仗不是说要拿下一个县市，他不是，他希望他的议员可以倍增，从现在的14席左右，能够倍增到20几席，这样才有前进2028的空间嘛。我地方上每个区域都会有1、2个人，我才可以说我关键少数啊，在这边我可以开过总统所需过半的那一票。所以现在大家都很清楚，黄国昌他是一口气把牌喊得那么高，像德州扑克先吓你，看你会不会吓到。但是重点在于说，国民党这些都是老江湖了，他们有这么容易被吓倒吗？我是觉得就技术操作上来说，其实蛮难的。可是刚才来宾在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变数嘛，第一个，柯文哲前主席什么时候会交保？对，来，一善你自己跟柯文哲共事过，第一个，
柯文哲前主席如果要交保以后，对于大家刚所谈论的这些，甚或连黄国昌主席是会不会继续接主席位，都可能会产生变化吗？第二个，国民党的党主席到底会是谁，也是中间另一个变数嘛。因为今天有媒体报道，卢秀燕市长是不是有可能会不选？然后呢，包括媒体上用的反猪派，好吧，反猪系统，然后包括里面点名的几个可能再出来的党主席里面，包括郝龙斌。那郝龙斌那个时候在包括台北市的那几个案子里面吧。那几个案子里面，台之光吧，尤其台之光那里面，跟柯文哲之间两个人是直接，等于是直接对呛的这一块哦。所以你如果是万一国民党再加这个别人，万一国民党党主席是郝龙斌的话，大家蓝白合，这时候谈起来会这么顺吗？第一个哦，就是黄国昌想要拿土司来换肉是不可能的啊，更不用说土司边什么议员呐、什么嘉义市长啦、宜兰黑龙江林啦，那个新北市是最肥的一块肉，绝对不可能国民党会让你黄国昌的，所以他们现在才用公投，林涛那么积极的去帮黄国昌讲话，就是拿公投换你反霸的功劳嘛，拿土司换土司而已嘛。重点来了。黄国昌除了是这个他没办法去要到这些东西之外，他还要面对他的背后的一个问题啊，柯文哲的问题啊。邱佩玲作证，其实已经代表他已经进入到所谓公益侵占罪，金华城案大概庭讯大概都差不多了，进入到公益侵占跟背信罪的审议的时候，其实一审终结应该是差不多的，一审终结差不多，我就没有必要羁押你柯文哲嘛，其实柯文哲在下一次被放出来的可能性就非常的高嘛，甚至有传出11月一审可能就要判决出来了。所以这个柯文哲如果出来之后，大家不要忘记了哦，你以为黄国昌主席是4年哦，他的任期是在2026年的年底他就要交棒了。所以柯文哲如果明年出来，也就是2026年出来，大家会不会再希望柯文哲重新当民众党的党主席？即使他不当党主席，柯文哲在的一天，在外面的一天，他其实就可以遥控整个民众党的指挥系统嘛。所以国民党现在要谈的人，到底是黄国昌还是未来有可能的柯文哲？而这两个人的政治性格非常不一样，非常不一样。你看黄国昌宣布参选那一天，他说如果我不会赢，我就不会选。一边赢也没算啦，符合他的政治人设，因为他当初戏子就是他觉得不会赢，所以他没去选啊。但是柯文哲不一样，柯文哲是我不会赢，我也要让你输，所以你就必须跟我谈嘛。我没有实力赢，我就让你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就会去选。而且对于柯文哲来讲，选举是一门好生意啊，我没办法赚到权力，我也可以赚到钱啊。所以柯文哲可能会透过他派人下去选的过程里面，去逼迫你国民党来谈嘛，而不是黄国昌现在我喊话要跟你们谈啊，放了这些人，但是这些人呢，可能实力都不足。回过头来还是实力原则啦。跟2024年的柯文哲民众党是不一样，现在民众党现在就是15%嘛，就是会被弃保嘛，所以国民党会不会害怕一个15%以下的民众党？他最后可能即使沙卡都他操作弃保就好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做合作，然后把肉割给你的一个动作？所以国民党现在在所谓的新北市长或者其他县市长布局的问题，不在于民众党，是在于他们党内了。我必须讲，党主席的选举。侯友宜，你们不让他选，不让他的刘和然出来选，那你要把侯友宜放到哪里去？他可能用他参选党主席来跟国民党党内啪啦 K， 我就是要刘和然，我就是要谁去选新北市长，这个是国民党内部的问题啊。所以国民党的党主席才是他们接下来面对所谓的2026年选举最重要的一个布局的问题嘛。当然，现在会选国民党党主席会有4种人。第一个想选总统的人嘛，今天赵少康已经直接叫牌啦，蒋万安你出来选党主席啊？为什么蒋万安有可能是2032年的总统候选人啊？所以他直接跳级跳到蒋万安你出来选党主席。侯友宜有没有有可能选总统？如果你什么都不给我的时候，我干脆直接宣布我选总统啊，不然我新北市长下台之后我没有事情啦。一样，第二种人叫什么？不选没有工作的人，这个人叫朱立伦啊。朱立伦算是726也算大功一件啊，823可能也是又大功一件啊。结果如果你卢秀燕要派你的代理人出来选，现在有传出卢秀燕不想自己选嘛，那是代理人出来选嘛。那代理人有谁？有郝龙斌跟胡志强这2个人嘛，这叫代理人。如果都是你的代理人，那我胡志强我的朱立伦你要把我摆在哪里去？
我专大功2件，823、726都大功结果我没有工作，你卢秀燕要怎么处理？你国民党内要怎么处理朱立伦，还有我们朱立伦的大将林涛，对不对？那这些人都被处理嘛？被处理的时候，他们反而内部就会形成一个内部的竞争压力，而不是来自于民众党的外部压力。因为我必须讲，民众党的压力对国民党越来越小，因为毕竟他们现在的民调就是10到15%，但是国民党内部的竞争，包含他们的接班梯队的问题，都是他们头痛的问题。严凤，这几天大家因为邱佩玲去作证，所以又把大家的回忆拉回到当时那个过程。邱佩玲去作证，所以又把大家的回忆拉回到当时那个过程，包括踩飞轮啊，那踩飞轮不是他们嘛，但是大家就把所有捏拿钱全部都把它再拿出来一次。那在这个刚讲到，因为一个是有金华城的案子的问题，有没有公益新站的问题，那但你要看小草所念，就跟你讲说，你们大家的资讯是对的吗？他到底哪里拿了什么钱？有没有金流？你们大家摊出来看啊！你一定听到很多这种话啊。其实柯文哲最近出庭为什么一直情绪上啊？摔杯子、摔卷宗啊，然后到上一次邱佩玲作证的时候，他这个情绪都那么大，包含今天陈佩琪，其实他们。我先讲一件事情其实陈佩琪前2天不是在脸书上面写说他要做一些动作，后来被脸书下架了嘛我刚好其实那天晚上是跟我们台北市警察局分局长就是有一个活动刚好在一起，他收到那个讯息啊，马上脸色大变，然后呢就赶回去分局，然后要做提前部署。我要讲的是说，因为他们这样子的情勒的方式，其实是造成我们台北市基层的这些警察，他们有很大的 loading，工作的 loading，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柯文哲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其实大家发现说这几天出庭，包含邱佩玲，我整理给大家看这个表格会很清楚在起诉书里面。检方认定柯文哲侵占政治现金是6234多万元。邱佩玲的证词有几个重点，第一个，他经手有亲自确定拿给柯文哲的，就是有600万嘛，不管是说他拿到市长室，或者是说柯文哲来管理室拿的，就是有600万嘛。然后包含其他的还有几位是他透过关系请人家捐款的，这些。其实都是事实，可是柯文哲他避而不谈，他现在就只有在讲什么，讲说周刊泄密啊，检察官对他政治迫害啊，所以现在小草也在帮他洗白，洗什么？他说柯文哲收的叫做政治现金，好，这个是第二个层次，大家可以看到他收钱的时候是什么？这个一手记载是2022年的10月。当时柯文哲是台北市市长，他不是候选人的身份，你就不能收政治现金。如果他当时有把这些钱存到民众党，或者是他的众望基金会，正式的去开立相关的收据，我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但就是没有嘛。那没有的话，现在才会有。现在法官跟检察官他的新证跟认定就是说，如果假设里面的这些证词，比如说什么陈银柱，对不对？嘉义大善人飞轮的300万，好，包含这个邱佩玲的证词，假设其他笔都是现金，而且都能够证明说柯文哲就有收了这些钱，那请问小审1500会是时间吗？他当然对法官来说，他就是钱嘛。那大家就要请问说。2022年11月1号的时候，柯文哲你是市长，你又把金华城的案子公展，好，那你跟沈庆金之间是不是就会有所谓的对价关系的问题？那就会有所谓的违背职务受贿罪的状况，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他这个是在诉讼里面他要去面对的问题嘛。那当然前2天这个就是律师也有审判长。就是有提出了另外一条路，就是说沈庆金，因为他有讲说他愿意把
现在的这个违法的容积愿意去信托，他说他对不起柯文哲，所以呢，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问说，那沈庆金，你是不是认为说你当时做错了？那你就是心里面已经觉得他就是违法的容积了，那怎么你现在还在做这些辩护？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柯文哲，你现在如果假设说你要去做所谓的非违背职务受贿罪的状况之下，那你又要拿什么证据能够来证明说你不是违背职务受贿罪的问题？因为我刚刚有讲，这个时间点你是台北市的市长，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都是钱，不是时间的话，对柯文哲的杀伤力确实是很强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来林涛，第一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对于蓝白合之间的变数，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包括柯文哲主席出不出来，还有刚才特别提到，国民党最近有几位的立法委员跟民众党的秘书长不是到北检前面去送花啦，去揶揄那些事情，那某种程度对国民党的一些立委，不管说是不是因为726也有恩人家有恩于你们或什么，但是某种程度国民党很多的委员是不是也觉得柯文哲关够了吧？你们是不是该把他放出来？是这样吗？对，第一个我先回应哦，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今天晚上这样子的蓝白合，它的味道呢，其实不是像刚才来宾讲说啊，我是还726谢谢啊，823还给你，哪有这么轻松自在？而且我们在蓝白合作心态是很健康，然后我们互动很自然，怎么会去想说这个是还你什么，这个是我还你什么啊？我小草需要什么？不是，因为能源的问题是台湾70%的民众希望的，所以蓝白的合作是回应台湾民众70%的需要，而不是交换来交换去。我觉得如果是交换的话，蓝白的群众他也不会接受。第二个呢，要讲到国民党主席，说真的啦，因为5月的时候，主席在接受某报的专访，联合报专访的时候，就已经表示顺利交报。那时候我的心情很自在，很舒适，所以不像说，那怎么办？接下来要把你要摆在哪？要怎么办？摆在哪？没关系，都不用摆在我们这几年连年征战，而且每一个检验，刚才波基哥讲，每一个2022、2024的每一个议题，我们无一不语，被告了10多次都赢。那所以我觉得说没有关系，美好的战有打完。也是故意炫耀一下。这个一定要把握机会嘛，对不对？那可是我的意思是说，所以在823之前，任何点名说，哎呀，这要选啊，那个要选啊，我只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些出来点名的人不点自己去选？为什么不点自己？一天到晚要寄生别人，不是吧？你也可以承担呐，你为什么一定要别人承担？那我觉得在823，朱立伦主席在作战，卢秀燕、蒋万安还在作战，你们每一天在点他们几个，都已经讲顺利交棒，有的是说以市政为重，造成他们的困扰，你们居心何在？你是说赵少康吗？不是，我是说，赵康有点名啊，今天点名讲啊，今天赵大哥点名我还没看到，就说前几天很多人点嘛，前几天其实点了很多次，而且在专访点的都是这些人呐，卖乱啦。我在讲说9合1有看到你们的身影吗？726有看到你们的身影吗？这次823你们核电的宣讲有讲到吗？连东非都没去耶，你怎么这样？我已经讲了，我没有看到赵大哥签的发言，这不是赵少康。对，我是看到前几天，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些人继续乱，只会让国民党支持者对这些人感觉到非常失望。所以我觉得回到一个主张来讲。为什么在讲说蓝白合的共识，先不用管那些枝枝节节？因为其实蓝白的支持者会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个印象在2024年，因为蓝白没有成功，所以导致可能后续柯文哲主席受到这样子司法不公的待遇。我觉得那个印象是深植人心的，也就回到5哥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跟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去北检去讽刺北检？因为现在查办的过程中，你还在拿邱佩玲副市长的200万去含涉其他的数字的时候，到底你证据在哪里嘛？你到底那好，你查办到这样，为什么还有羁押的必要？你真的要把人押到死吗？所以我觉得这股气从2024的印象到后续柯文哲主席面对的司法，都能让蓝白紧密的合在一起。OK， 有没有听到？你的证据在哪？
证据当然就是在邱佩玲她自己讲的口供里面呐、什么叫做用200万？他明明这个一证里面有3个，好不好？林涛，你如果没有看新闻，就请你稍微回去再看一下，把它看清楚一点。这个本来就是里面啊，这个就是证据清单里面，难道你是柯文哲？钱在哪里吗？那你要到底证据在哪里啊？我们也很想要知道钱在哪里啊。那现在办到现在没有证据可以羁押，柯文哲羁押多久了？没有证据可以羁押？你是法官吗？羁押将近12个月了耶！法官台湾的司法提不出证据，要把人家押到死吗？法律是看证据，不是看为什么司法的你们这些的说法就是在没有证据的案子把人家羁押这么久？OK， 但。一周，陈佩琪今天在法庭，因为虽然审判长已经讲说退庭，但显然他长期以来心里面积压的情绪或者什么，前几天大家看到柯文哲有点情绪波动的是，今天是陈佩琪，包括刚才也讲到，连脸书下架，他会讲，Meta， 你们不知道赖清德政府的残暴吗？他的文章是这样，我下面把它遮掉，他就是前2天 po 了一篇，反正就是说。他一说柯文哲反正被判28年哦，28.5年哦，跟死刑也差不多的，请让在我陈佩琪面前把他 biang， 我把他挂在北院面前，就这一句话。他就说，应当与其判28年，干脆把他 biang 算了，然后这样他就是要去抗议。然后这篇文章应该是被人家检举了，然后脸书可能认定说这个不好，所以你看我都要把字遮起来，所以就下架。所以其实。这个跟 Meta 就是他 Meta 本来就，你只要你的那个发文里面涉及到这种新三社暴力的，基本上只要有人去检举，甚至没有人检举，他 AI 都会把你抓下来。我的脸书最近也是被就是停权啊，因为在大罢免之后，脸书跟 IG 跟 Trace 3个。同时间都是被停权的状况，所以我们都要去做申复。但是你们问说为什么被停权？那其实他那个就是有些人恶意去检举他，然后他被停。那如果佩奇他是因为有人去检举他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向 Meta 申复。那 Meta 如果认定说，这个检举是没有道理，他会还你的。那反正陈佩琪现在他就觉得说 Meta 是外国公司，不懂我们台湾司法啦，就是当然情绪，所以他今天也有有一些动作跟法官啊，对，跟审判长有一些动作。那我觉得当然可以理解，就是说他应当用关几年嘛。那可是现在重点是我觉得他们现在是选择性略过。刚刚严凤讲得很清楚了嘛，就是说，昨天前天邱佩玲作证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就说有一些钱是要么是他亲自拿给柯文哲，柯文哲说谢谢，或者是他放在楼下的管理室，他传赖给柯文哲。这件事情还包括像妙天的1000万，柯文哲是不做任何的那个 argue， 就没意见。所以这个可以证明一件事，就是说柯文哲私下确实有收钱，这个是可以确定的。而且钱他并没有进到民众党的户头，没有进到中望基金会的户头，可这个就是他起诉的其中那个被起诉5年那个公益侵占嘛。可是现在小草跟民众党的做法是说，他们选择把这一段都略掉，因为不会关这，因为你会起政治现金。反正，可是刚刚严凤讲得清楚，如果是政治现金，你就要进到民众党或是那个基金会的户头嘛，你没你去嘛，他基本上是你自己的，你等于是 A 掉那个钱嘛。但是他们现在都选择略掉这一点，他们现在只抓了一件事，就是那个1500。小审，因为你刚刚讲那个邱佩玲那个200是他自己也都去讲，他都已经讲那么清楚。可是因为沈清金不认那1500嘛，所以他们就抓着1500，然后在那边去吵。那我现在的重点在于啊，其实刚刚大家这边讲半天啊，其实对你们那边吵这个，然后柯文哲不能出来这件事情啊，其实我觉得就民众党的角度，可能国昌会觉得很好，就。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蓝白合的问题嘛。因为如果他出来的话，那就会让我们想到当年的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当年的明朝英宗就是御驾亲征，亲征完以后被瓦剌逮走了。而瓦剌逮走以后，没有皇帝怎么办？就英宗的弟弟叫代宗，后来就就任。有趣的事情是，瓦剌发现说，你还是有皇帝，那我就把英宗还你。关了1年以后，把英宗还回北京以后，你知道代宗他弟弟做了什么动作吗？就把他哥哥关起来，关了7年，就关起来，因为一个王朝不能有2个皇帝，而且旧皇帝回来以后，新皇帝就把他关起来。现在的情况，大家在讨论就是说，如果柯文哲可以交保，但我觉得他们这些动作让法官真的没办法帮他交保，所以真的不管是佩奇夫人或是柯文哲主席，你这个时候反而，我是某种程度希望你们出来呢。其实很多绿营的朋友希望他出来，因为他出来的话，蓝白合就会很麻烦。老实讲，因为蓝白合未来，我刚刚已经前面讲过，柯文哲跟黄国昌是不一样的个性，所以柯文哲
如果柯文哲回来当主席的话，甚至他不要当主席，他基本上他只要出来的话，我老实讲了，现在民众党的支持者里面，柯文哲还是大于黄国昌，所以黄国昌才没办法去搞那个2年条款暂缓。那显然外面的黄国昌的柯文哲声音是很大，所以如果柯文哲真的可以出来的话，接下来，所以你知道有命理师就讲黄国昌的大运存几年啦，我觉得有道理，因为他的大运是说，如果柯文哲一直都不出来的话，他就可以在外面跟国民党这边进行合作，然后把他跟刚刚讲的，然后不管新北市或哪里把他，但是他现在的天敌就是，如果柯文哲真的出来了，但是就剁掉啊。林涛应该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他们应该没有那么多心理的剧场。我心理剧场很多，因为如果柯文哲真的出来了，我跟你讲，这下子将来那要跟谁谈？你国民党要跟谁谈？你要跟黄国昌谈吗 ？No。老大是柯文哲，不管他有没有主席这个位置，他一定是老大。那接下来要谈的话，就会回到上次2023年那一次6点协议那个，有没有？明明就跟你们签好，后来就撕毁。但我相信黄国昌如果跟你们签，他不会跟你撕毁。黄国昌很尊科啊，不，他尊科是，我跟你讲，有时候是这样，当你嘴巴上都讲那个人的时候，心里不把他放在眼里。怎么可能？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讲写作文的时候不一样，先总统讲功，国父说都会空一格。心里面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就你也把它拿出来讲的，那是你个人的嘛。好，那也许国昌他可能真的，而且我跟你讲，我觉得科学理性应该不会像你一样去看那个算命的背三民主义。所以没有，所以这就是。因为如果命理老师讲的有道理的话，那个1年国昌的大运1年就来自于万一真的柯文哲出来的话，那他一言的不。一中刚刚讲那个，对，我们在节目也讲过好几次，然后对英中被瓦拉送回来了以后，那戴中就干脆把他给关起来，因为国不可二主。然后结果过了7年以后，这就历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是。然后结果有一天就是那个新皇帝戴宗，他明明他还在寝宫里面，听到那边已经开始要上朝的钟声，他就问旁边说：“我在这，谁去开题？谁去上朝？”英宗复辟回来了，那变成他被关起来了。OK， 这是历史，没有在讲现在的一些状况，好吧？这是单纯的历史。可是今天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姚明，好了，你那时候服替代役的时候在北所待过，是。所以那种情绪不只是柯文哲前几天有情绪，甚或有一些评论人会把柯文哲的情绪跟政治发展，譬如说那时候民众党快开党庆了，也会把这个摆在，有人会用这样，但你可以想象你自己在那地方看到很多的一些在7+2的过程当中，那个情绪关1年左右，一定会有那样一些情绪。陈佩琪今天的这个情绪，他是在审判长已经说退庭了，然后庭讯结束以后。他喊退庭完以后，陈佩琪突然失控，喊：“请问他做了什么？叫做犯罪嫌疑重大。”那审判长江俊彦就跟法警说：“他是谁？把他拘束起来，然后说记名笔录，如果再继续叫嚣，以后禁止他旁听。”媒体上的报道是，后来是柯文哲的律师有去跟对一般我们做律师的，如果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一定会跟审判长讲说：“真的不好意思，当事人的情绪，请见谅，他一定有一些的情绪。”他是在审判长已经说退庭了，然后庭讯结束以后，他喊退庭完以后，陈佩琪突然失控，喊：“请问他做了什么？叫做犯罪嫌疑重大。”那审判长江俊彦就跟法警说：“他是谁？把他拘束起来，然后说记名笔录，如果再继续叫嚣，以后禁止他旁听。”媒体上的报道是，后来是柯文哲的律师有去跟对一般我们做律师的，如果碰到这种状况，我们一定会跟审判长讲说：“真的不好意思，当事人的情绪，请见谅，他一定有一些的情绪，但是你可以体谅到他。”我律师一定会做这样，所以审判长讲说：“好了，也没有要禁止他旁听。”可是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当庭上要退庭的时候，一般的法庭的上面是审判长跟法官那些，然后包括检察官，然后跟律师两边，然后被告在这个地方旁听的是后面。我不知道陈佩琪是不是审判长要退庭要走出去的时候，他是冲到前面去，当然前面有拦的那个嘛，他是不是冲到前面去喊出这一段？你也可以想象出来，他的情绪压抑了很久，而这些所有的情绪。配着最近好，包括邱佩玲这些所有的这些证词，但是你看到政治上面，大家又在讲蓝白合，又在讲到说连蓝营的立委都去声援柯文哲，未来的发展会变怎么样？当然，我觉得最近这个佩琪姐的这个情绪不稳定，我觉得是有前兆的，因为她前2天她也发文讲了一个比较，我觉得大家看了会比较有点
害怕或者说担心他的一个叙述哦，我就不重复了哦。但是他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在呼应柯 P 前几天的那个情绪。我觉得那是一种，尤其像他几乎每一庭都到。那如果他在庭上，他看到那一幕，他心里面一定也会有所感觉啦。那所以我说，最近他们我想夫妻在一起哦，这么长几十年的时间哦，当今天彼此分隔两地，然后呢是见不到面，只能在法庭上面有所互动的时候，我想他某种程度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柯文哲知道他在乎他。OK。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啦。那因为你会看到之前有一些访谈，就是民众之声他们有对陈佩琪之前，因为陈佩琪常常去看守所，他去寄东西哦，或者是怎么样，他常常会去讲说，我想要寄这个哦，看守所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想要手工做一个蛋糕，或是做一个说不行哦，他常常那个透露出那种他心里面是失落的感觉。但当他我认为那个讯号就是当他发现柯文哲在法庭上面，你要说那是发泄，或者说暴冲，我们讲暴走，他某种程度，我觉得陈佩琪想要告诉他的先生，我跟你站在同一阵线。我觉得今天这种那个讯号比较是从这个角度，而他们，我必须说，因为没有学过法律，或者说对这些法庭上的实务比较缺乏的，这就是情绪的爆发啦。它就单纯的是一个情绪。那你说对这个司法会不会有帮助？老实说不一定有帮助，甚至可能是负面影响。甚至可能是负面。但是，在尤其是小草，就民众党的支持者，柯文哲支持者看到这一幕，他心里面的那种对柯的不甘不舍可能会更深。但我在这边我就单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看的话，是呼吁，因为民众党我记得在彭正生他夫人的事情发生之后，其实就有固定一直都有专人去陪伴这个陈佩琪啦。所以我觉得这一块还是不能少，因为陈佩琪医师他当然虽然他自己是医师，但我相信他自己也很清楚，因为他是常常他以前有这个脸书的上面还可以发泄，他现在如果说他的账号有一些状况没有办法登录，可能他缺乏一个让外界知道他状况的一个管道。那也许透过这种方式，也许一次就好了。让大家知道说他有这样的情绪就可以。OK， 对。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国内政坛这些所有的事以外，对蓝白阵营来讲的话，那蓝白合从包括726，包括到了接下来的823，是不是也能够一路往下？那更不要讲2026、2028。可是这一路往下走的过程当中，对绿营来讲的话，你说前面几仗的失利，然后现在看起来，某种程度，绿营现在在做清战场的动作吗？包括像普发1万这件事情，前面其实有来宾，不管蓝绿阵营都有人讲说要与不要，定一个案，大家都知道，那大家游戏规则是什么？可是怕的就是没有定。而现在看起来的话，来 Info， 你们现在是在做清战场吗？把前面你不能纠缠在原来的一些的战场，所以包括普发1万。然后甚或啦，你说内阁有没有一些部分的改组或什么这些？现在对执政党来讲都要正视这件事情吗？普发1万是确定了，对不对？那所以这些对你们来讲，就把这个战场，你要普发1万，好，那我也顺应你们大家全部都往下走。可是没有想到蓝营会讲，对啊，你看要就早就照我们讲的，不就好了吗？其实普发1万当然我们地方上面以我们基层的就是议员的层级，当然是尊重立法院跟行政院他们这边的这个最后的结果，但是就是说还是要符合法规的程序，包含就是你要合宪嘛，你不能是违宪的状况嘛，那第二个，你说他们当时国民党提说要在10月底发放完毕这件事情，因为只剩下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恐怕在行政程序上面不一定来得及啦。那第三个就是说，我觉得如果现在行政院确定要发的话，也应该要跟国人，尤其是民进党的基层的支持者，在做所谓的加强的沟通，因为也不会演，我们在基层也会面临到基层的压力来告诉我们，会打电话来服务处骂，就会说，那你们如果假设现在要发，那为什么当时不讲清楚？到底是不是因为有没有违宪？对。当然还是违宪，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讲，你今天即使要发，你那个程序上一定要符合，不能是违法的状况。态度应该是重新提案到立法院，对，是行政院的版本，好，然后照程序的走，然后这样子来做。OK， 所以你跟我们民进党的基层的支持者，行政院你应该要扮演出一个
态度跟沟通的内容要非常的明确。当时你不发，现在为什么要发？你的说法要很清楚，不然恐怕也会让民进党的支持者就会觉得说，你到底是不是因为罢免输了之后，你才会决定要发这个1万块钱？那当然，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一定会这样子操作嘛，所以我才讲说，我觉得现在行政院最重要的工作要把它讲清楚。刚刚小武哥讲说，清战场当然也是一个，因为国家的大事其实非常多，有很多民生法案，或者我们接下来面对关税的议题，等等的，都需要去处理。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卡在这个议题上面。如果真的要发，就是把它说清楚、讲明白。那包含，其实我们的基层的支持者，大家最近一直在讨论内阁到底有一些阁员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状况。就我个人来说，我是民意代表，我每4年都要经历选民的就是对我们的投票嘛，你做的好不好，都是要有民意的检验。阁员当然也是一样啊。如果假设真的认为说不适任的阁员，为什么不能处理？当然是要处理啊。而且那个时间点，我们是尊重，就是行政院也尊重总统的任命权。但是我觉得不要说不适任的，还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面，那你就会一直感觉是对地方来说会觉得好像一直没办法止血的那个状况，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在基层的辩护上，会在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沟通。OK， 林涛，如果要是这样确定发1万了，对蓝白阵营来讲，现在是用什么样的态度看这些？而且绿营现在看起来，刚才尹凤文讲，他们不能在这些泥道里面一直在这里头，所以当他们清战场的过程，对于未来蓝白合真的还能够这么摧枯拉朽一路走吗？对，因为基本上民进党现在面对风灾、关税跟普发现金这3项，其实都应该要积极的回应民意的需求。那其实过去民进党确实在新的行政院已经决定要普发现金过程，确实要跟他们民进党讲，也要跟全台湾的民众讲。为什么前面讲说要举债不能发？那蔡英文也有发过啊。那后面为什么又突然可以发？那发了之后，为什么要拖这么久的时间？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大家凝聚共识就好了。清账场也好，往前走也好，没有关系。为了因应新的关税20+2的冲击，这些说法大家都听得过去。可是为什么还要再等7个月啊？这个流程行之有年啊。过去不是没有发过，有这种这个消费券的部分。举债的也有说这个还税于民超征的部分发6000的部分都是行之有年。其实真的不要再等7个月，再等7个月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要发，可是我不想那么早给你。有必要吗？现在钱就在那，1.8兆的超征，1.4兆花掉，现在还有4400多亿，钱就在那边，机制很快，大家不是刚报税完吗？下面账号该发就发嘛，很快嘛，因为现在的关税冲击，在今年的下半年，中小企业会受到影响。现在的无薪假已经高达了3404个，4400多位。那这些无薪假的关税的影响渐渐产生的过程中，为什么不给每个家户多一点这些能量？我猜啦，真的每一个家户，就算我们自己认识的很多支持者，也都在等这1万块啊。5个我们的家户，我们也可以领，我们一家3口也可以领到钱啊。所以大家都是在觉得普发现金能够还税于民，这才是好的方向。真的不要再用几个月来卡台湾的人民。我们讲来，我补充一下啦，也不是在卡，因为现在立法院定的那个的法律，然后就是所谓的之前的提的那个法律，因为有违宪的疑虑嘛，因为普发1万就不能由立法院来编列预算嘛，所以你变成现在你必须把立法院的法案先送释宪大法官嘛，送大法官释宪。那另外就是说，你现在如果要发1万，就必须行政院提出行政院的版本，再送立法院嘛。那也要看立法院什么时候排案啊，排案进去，立法院再做表决，同意了行政院的版本之后，那行政院才能依照通过的这相关的预算跟法案来做普发的动作嘛。当然还有一些行政院内部的行政程序。所以如果说10月之前发，我觉得有困难；但是如果说过年前发，我觉得这个弹性就有了嘛。因为这个会期不可能去处理，一定是下一个所谓的国会的9月1号的会期才能够处理嘛。那9月1号的会期，立法院如果要快，就尽快的把行政院送进来的版本尽快审议通过之后，赶快让行政院可以作议嘛。另外就是说，那行政院除了这个普发1万元，我还要说
普发1万元是在野党白蓝的政见，但是朝小野大的情况下，政治就是交换艺术。但是你行政院你处理这些普发1万块，呼应了白蓝选民，呼应了白蓝立委的要求，那你可以换到什么？我觉得应该换向2项东西。第一个，关税协议如果送进立法院的时候，关税协议牵涉到台湾国际谈判的一个诚信问题，这个东西希望蓝白都可以来过关嘛。第二个部分就是大法官，不要让我们的大法官的视线的会议的所在不断的被卡住，所以大法官是否能够重新提名之后，能够让台湾的宪政秩序可以重新恢复运作，我觉得这是行政院提出1万元版本之后，要跟白蓝去换的一个让台湾可以稳定往前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其实当726结束以后，那当然还要看还有个823了。当然不管怎么说，看起来蓝白阵营在立法院就是多数，所以易善刚口中出现了一个妥协的艺术，在未来在立法院行政立法当到了立法院去以后，可以预见得到未来大家开始承认这个政治现实会某种程度的妥协吗？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刚才其实连严凤我讲，如果真的有不适任的阁员，那是不是最近媒体上有很多在点名嘛？不，郭智慧被点名，是不是每一次点都会点到他？然后今天又出现一个，就是他去对赴个宴，然后也被拿出来讲，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标题就直接下在他这个参会的名称哦，当我们快乐在一起。其实当726结束以后，那当然还要看还有个823了。当然不管怎么说，看起来蓝白阵营在立法院就是多数，所以易善刚口中出现了一个妥协的艺术，在未来在立法院行政立法当到了立法院去以后，可以预见得到未来大家开始承认这个政治现实会某种程度的妥协吗？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刚才其实连严凤我讲，如果真的有不适任的阁员，那是不是最近媒体上有很多在点名嘛？不，郭智慧被点名，是不是每一次点都会点到他？然后今天又出现一个，就是他去对赴个宴，然后也被拿出来讲，为什么？其实我觉得标题就直接下在他这个参会的名称哦，当我们快乐在一起。对，为什么会下这种标啊？当然，我说这种通常哦，就是一群好朋友哦，他也不要讲说是谁邀的哦，但他们就会有一个代称，有个参会的代称了哦，所以他们在这个芙蓉饭店的11楼贵宾厅啊，那你可以看到哦，这是今天侯汉廷他发出来这些照片哦。其实我觉得比较有趣哦，因为郭智慧在这边嘛，对，其实你看到他手上拿这一袋，跟大家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拿一袋哦，那表示他是客人。他是客人哦，他绝对不是主揪啦。那当然，侯汉廷我觉得那是在钓鱼哦，就是说先发这个哇，你这个在那边才这个邀宴宾客哦，结果呢，经济部出来说没有，这个我们部长哦去打个招呼哦，这个全部打招呼，然后没待多久就离开了。结果侯汉廷说啊，我钓鱼钓到了，马上哦就随之公布什么呢？他说那一天哦，他直接把时间弄出来，他说那一天下午4点40分，郭智辉部长就搭着公务车到了芙蓉饭店。然后呢，上去待了3个小时，7点40分离开。那我觉得可以合理的猜测一件事情，他那个参会可能7点开始，但是郭智辉部长在前面有跟里面的可能是主揪去做私下的会谈。也许因为一般4点都去吃饭，对，太早了，对，所以那个时间应该不是去赴宴，那个应该是一个私下的会面。但是正因为这个时间点的关系，所以像侯汉廷他就说啊，那你4点多就去了，监察委员不要查一下？哎呀，监察委员也在现场。那当然，这个前中研院的翁启慧这个院长也在哦。那说经济部的说法是一个医界的友人邀的。那当然，这个厅哦，现在连什么低消哦都被挖出来说呢。其实我们看争论节目有时候都会知道餐厅哦，你如果要订包厢，低消是怎么样。像这个我觉得还算合理，因为他大概20个人，就是说你至少20个人，低消是6万，就一个人大概是3000。如果以这种大饭店来讲的话，不算贵啦，其实不算贵，这是不含酒水啦。上次你还记得那个乃公跟检察官的那一团哦，那个私厨哦，那个是8个人花了5万多块。所以如果以这个团，应该当然是被拍到是名人啦，那应该其他的宾客，我认为至少应该有2桌的这个规模。所以像以这个规模的话，我想郭智辉部长，也许该解释是说，
那一天，因为主要是因为那天是8月1号，是关税那天，赖总统亲自在总统府中午开记者会的那一天。那当然那一天他也没有参加那个记者会，他有点感觉就是一个局外人哦。所以现在朝野的共识，也许就是郭志辉部长是不是适任的问题。那不过我再补充一个这个照片他几乎都是在大厅拍的。对。因为他这张拍郭志辉部长的这张他旁边还有一个牌子叫值班经理，这个是在柜台呢，对，饭店的大厅拍的。你在大厅用这个角度拍，除非是这个放了一个固定的 camera，那个角度否则恐怕要查出是谁拍的不难不难。那我只能说。这个有人在盯啦，一直都有人在盯啦那这一些照片现在流出来，我想郭志辉部长恐怕当然因为现在时程预定就是8月23号以后才会做调整嘛。那我想现在朝野的共识应该郭志辉部长应该是优先调整的目标，这个绝对没有问题。那至于刚刚小武哥说到现在立法院的这个妥协的艺术，其实如果以这一次丹纳斯台风的那个特别条例来看明天就要3读啦。而且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朝野非常的和谐。那唯一在讨论的是说哪些县市要把它纳入这个特别预算去支应的这个范围。所以我觉得现在民进党当然，我觉得从726过后，他们会知道说，既然要接受这个现实，那至少就是我也许不用什么都去什么视线啊，什么对立。如果今天是对人民好的，不如就做，不如就做。那如果今天是跟我说在像有些比如说意识形态的，比如说牵扯到国安啊，这个什么中国大陆的这些问题也许才会摆出比较是对抗的模式。OK， 来一周，那因为今天连教育部长也说话了，他也讲什么，包括退场雍容优雅，类似这些词，这在暗示什么？暗示就是我自己觉得这个速度是有点慢。老实讲，726其实某种程度上，你说大罢免失败，这是一个。那其实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种对政府的有点像期中投票的概念。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讲人在流血的时候，你第一件要做什么事？你要用止血带个 socket。你就往回一点捞，要留到823以后，我觉得这个速度就太慢，所以你可以感觉到这一阵子以来，绿营的支持者非常的焦虑，有的是就不看电视了，不看网络了，他就很失望。有的是变成是他无力感很重。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这个因素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把战场一个一个清理掉是对的。你看，比方说好，你看1万块，那好，那反正就该发就发。那像郭志辉这个没有什么悬念的啦。我觉得今天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啦。当他讲出说你们那些核三支持的高达75%是为了那个什么补助费的时候，那个已经是没有天理的啦。郭志辉自己是屏东人呢，听说他还有亲戚在屏东当民意代表。这种话他都讲得出来他真的他跟你说他在做社会学的研究。我跟你讲这种话，他那个是放飞自我，但是他的放飞自我是也没差，反正我没有部长当，我回去当董事长，我一样是一条好汉。问题是你的这一条好汉，你伤的是民进党的整个中央政府的执政形象，这个才是伤。然后你现在还把它摆在那边，那接下来他有没有拍这些？我觉得那都是已经是反正就血就一直流嘛。那你看郑英耀部长今天就算比较我觉得他有气度了，这一点我要肯定他。教育部长他确实问题也比较多了，因为平常讲，因为他是高教出身，他是大学校长，所以他其实对中小学的教育相对没那么熟的。这一个，那教育界人是这样讲。那第二个就是之前处理那个师大女主案，那个从去年处理到今年，那个其实就伤很重。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教育部次长叶秉成的请假案，到现在还在请假。你知道这些最关注这些议题的是谁？你知道吗？就是年轻人，就差不多就是大学生，这个20几岁的。这一次你可以感觉到大罢免20几岁的年轻人，其实他的反应非常的冷淡，反而是30几岁以上的这一批，中间就是社会上有在工作这一批，他们是很积极。可是你去看从高中到大学生这一批，其实他们对大罢免这件事情非常的冷淡。那我不知道会不会跟教育部的这些事情，就因为网络上都在讨论嘛，那师大女主案啊，然后我刚刚讲的叶秉成次长案，这些事情会不会有连带影响？可是感觉起来，显然你们对这些我们这些年轻朋友的那些好像连结上有一些落差。不过我觉得我要肯定他了，郑英耀今天我要肯定他。以攻击过来就水苦，也就是说进退要雍容优雅。如果每一个政务官有这种态度，就是说，我今天来是一个偶然，那走是必然，这种水苦的话，我觉得至少大家虽然过去对你有一些 murmur， 就是说好像不是很喜欢，但至少你这个转身的态度让人家觉得水苦，我觉得这一点要肯定。可是问题是，其他的政务官有些不是这样子啊，都被咬边啊。然后甚至今天还传出来，就郭志辉他这礼拜一有召集一些中小企业，在大家那边开会嘛，然后这里面提到就要是不是要汽车的货物税？
哦，你知道那个汽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你知道今年汽车业有多惨？因为从4月开始川普的关税，然后到底我们台湾的关税要怎么处理，还有我们的货物税到底要怎么处理？到目前，我想对企业跟消费者来讲，最怕的其实不是税增或税减，最怕的是不确定。不确定的伤害是最大。你知道今年的5月，台湾的汽车的销售量跟去年对比是下降23%。今年的6月下降17.5%，今年的7月下降22%。它每个月都直接这样子，跟去年比是直接就砍掉，少了快1/4、1/5。这个东西现在不确定性还在递延当中，所以我觉得现在政府要给民众是一个信心。关税谈的怎么样那是一回事，但是我要让民众知道我的货物税要怎么处理，我的关税要怎么处理。你要让产业的这个信心回来。那也不玩那个以后，那个就变成大家有点，所以我感觉到从大罢免到现在，大家现在心就有点慌，飘然，好像都没有一个定下来。那没有一个定下来，其实伤害到的是整个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或是台湾的发展。这个我相信连国民党都没办法接受，就是我们都希望台湾可以往前进，政治归政治，但是整个往前进。所以我觉得这些官员的态度啊，然后该处理的，其实不用等到823，真的该处理，其实现在就可以处理，不要让那个血再湿了。可是现在你会发现，除了国内大家关心到所有这些刚才讲到这些政治议题以外，昨天在我们有播一段，就是老共跟菲律宾之间在南海，然后包括他们的包括海警船，然后包括跟军舰之间擦撞所有相关的一些讯息。那我相信很多人会非常关心，就是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些事情，尤其像一些紧张的地缘政治，它是一直还不断的在往下甚或那个紧张程度只增没有减。伟航，所以那才出现那个船舰的问题，对，然后老共现在用飞机又去拦截菲律宾的巡逻机，也就是在南海这个地方，大家就是一定要搞出点事儿，是吗？这个当然也牵涉到老共他的气不能掉下去了就是你出了这么大的球，人家还把那个击坠星都已经画在自己的船上，是真的真的对，画那个击坠星，人家都画了2艘船在自己的海巡舰，还是海巡舰上，还不是军舰，真的是有点难堪。好，在这么难堪的状况下，他们势必要加强自己的表现力度，所以呢，在事件发生之后，除了救援船只之外，中共投入更多的军舰、更多的海警船、更多的海上民兵到附近的海域，这个已经没什么特别的。但菲律宾他也不会主动去撸虎须嘛，他一定就是我的船舰比较弱，所以我就在这个军港里面涂我的漆就好了，我就用一种意识形态来跟你对抗，反正我有画面出去，你也不敢拍你的画面。但重点是今天也传出了就昨天传出，就是菲律宾政府说有这个菲国的海防的就海巡的这个一个涡轮螺旋桨动力巡逻机，这个可能就类似像我们一般的这种小型的客机这样子的就是性能不怎么好的飞机，在巡弋的过程中呢，居然被歼15战机拦截。那这个距离非常的近那也有拍到照片了一度逼近到只有61公尺，这以空军来讲呢，一不小心真的又会再碰到了好，这么近的这个事件呢，当然显然中共就是要去制造这个效果，所以他刻意去逼近。然而你这么近，就会让人家想起20几年前的这个海南岛的撞击事件。这个可能就类似像我们一般的这种小型的客机这样子的就是性能不怎么好的飞机，在巡弋的过程中呢，居然被歼15战机拦截。那这个距离非常的近那也有拍到照片了一度逼近到只有61公尺，这以空军来讲呢，一不小心真的又会再碰到了好，这么近的这个事件呢，当然显然中共就是要去制造这个效果，所以他刻意去逼近。然而你这么近，就会让人家想起20几年前的这个海南岛的撞击事件。当时就是美国的这个 EP3它就是直接的飞在这个离海南岛非常近的地方，所以中共的歼8就去挤，其中有一架的尾翼就靠到了这个美军的雷达机，然后这架飞机它当然就使这个是说飞行员往外跳伞的，但是后来也没找到，就把它当作是壮烈阵亡了。好，这架美军的飞机呢就因为这个擦撞的地点其实就离海南岛比较近，那它唯一能够平安迫降大概就是在海南岛临水机场，所以当时呢他们还特别绕了一下中共其他飞机也在监视它嘛他有说要紧急迫降但只能迫降到中共机场。在这下跌之前，因为飞机上面有大量的
重要的仪器、重要的资料啊，那加上撞到飞机一定非常不平稳嘛哈，大家心理上也是兵荒马乱，所以在销毁的过程中，理论上是有 SOP 的，销毁机上所有的重要的仪器、重要的资讯、重要的密码本，应该都有一些必要的手续。然而，根据事后他们写的报告，发现了实际上大家因为非常慌乱，砸坏的大多只是荧幕啊。就在所以那些资料根本没有销毁掉。对，就是大家紧张的时候砸的，大家都是看眼前有什么砸什么，砸的都是荧幕，没有砸到硬碟。就算有砸到硬碟，他也没有去消磁，没有依照消毒方法，就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把咖啡倒下去了。我要强调，咖啡基本上也是只能破坏键盘啦，这个没办法破坏到硬碟。那重点是大量的密码本你没有成功的销毁。就是来不及去运用一些相关技术，所以最后是用手撕当然没有效果。实际上你赶快这个想办法开个舱门把它丢到海里去，效果都比较好。好，那这一次最后面美军当然是有把人给换回来，飞机拆装了之后换回来，但相信当时呢，因为有大量的密码，特别是我们有做过相关领域的，在国军里面也是一样。他这个密码原来都是6个月或是更久时间才换一次，当时他们甚至被迫紧急要换，为什么呢？上面密码共用的单位共用的仪器甚至高达15万个仪器是共用这个密码的，所以当时也造成了一阵大乱。好，那当然后来我们现在的这个所谓电战的科技电侦的科技，大概跟当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不过这一次菲律宾在南海的这个擦撞的事件，其实又让人家想起来，如果接下来又有这一些情势又再次堆高，那美军的这些电侦的一定又会去了。那中共会不会再制造同样的场景出来？那我想这可能是后续大家一般之前真的会没有想到，局势会突然升级。但一旦升级之后，大家就问说如何把它降下去？如果真的又再次升级到中美方擦撞，那可能就不是像这个菲律宾这样子就是中国，那也要强调，它不是撞到菲律宾是中国自己的海警和海军相撞现在的局势都已经伤成这样，那就不用讲，真正如果中美擦撞的时候，会对区域影响造成多大的冲击？那我刚刚讲的那个，当时就是中美之间的那个军机相撞，美国的那个侦察机降落以后，后来的后续就是那就是尔虞我诈的过程了。对，因为老共就一直扣着那个飞机不还，美国对就一直谈判。那老共要拖时间的原因是他们的科学家还在想办法要用逆向工程去破解所有的东西，要去把所有的资讯拖的老美也知道这件事，表面上是说你的人要赶快回来，但是你的飞机当然也要还我，大家拖到最后。那最后解密出来的资料是，美国已经定了一个 D-Day， 就最后一天。这一天如果是老共还没有答应，美国的特种部队就直接飞到海南岛，把飞机炸了，整个毁掉，人全部接回来，就好像当初以色列特种部队到乌干达去干的那个事，野雁突击队那部电影，就是要把人救回来。那电影演的真的，我跟你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美国定的那个 D-Day， 就是要发动的前一天。大家达成deal，然后人还给你。当然，老共应该是也解密完了，大概都解密了，留着也没有用了。最后那人回去，飞机当然让你带回去。但是老共那个逆向工程，有人说后来有很多的一些老共的一些的包括他们后来的一些军武。也参考了美国的一些，那是后来人家讲说是不是有这一块，但你就知道在国际社会，尤其飞机、军舰，这不像我们大家开个车，然后中间瞥一下或什么，那个完全不一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全世界来讲的话，一战对，普丁跟川普要碰面，明天好，这碰面15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而且碰面的地点非常有趣叫阿拉斯加，是美俄距离最近的地方啊。那部电影就是要把人救回来。那电影演的真的，我跟你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美国定的那个 D-Day， 就是要发动的前一天，大家达成deal，然后人还给你。当然，老共应该是也解密完了，大概都解密了，留着也没有用了。最后那人回去，飞机当然让你带回去。但是老共那个逆向工程，有人说后来有很多的一些老共的一些的包括他们后来的一些军武。也参考了美国的一些，那是后来人家讲说是不是有这一块，但你就知道在国际社会，尤其飞机、军舰，这不像我们大家开个车，然后中间瞥一下或什么，那个完全不一样。可是除了这个以外，对全世界来讲的话，一战对
普丁跟川普要碰面，明天好，这碰面15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而且碰面的地点非常有趣哦，叫阿拉斯加，是美俄距离最近的地方啊。而且阿拉斯加本来在俄帝时代，在1867年，它是俄帝的属地嘛，是卖给美国的，所以非常符合川普生意人的个性啊！啊，你不要战争啊，土地的问题、领土的问题啊，用钱解决就好了嘛。就像阿拉斯加当初我都可以用买的，那你现在打什么打？用钱来解决嘛。但是俄国外交部坚称停火条件不变啊，就是割地赔款嘛，包含乌克兰的东部克里米亚以及他加入北约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俄罗斯他坚持不改变的嘛，就是未来的乌克兰东部以及克里米亚的领土就属于俄罗斯的嘛。那另外就是你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嘛，这些条件有没有改变？不会有改变啊，不是你川普说用生意用钱来解决，而且川普就可以解决嘛。川普后来提的一个方案的想法是，这样好了。那你们大家都各自割让一些，就你也割一点给他，他也割一点给他，这样好吧？大家都有面子嘛，大家互相，你也只有他想得出来是这种办法。只有他想得出来，他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交易的嘛。但是他对于所谓的国际之间的这个，尤其民族主义的问题，他完全就觉得这是不屑的嘛，所以他不会去在意，包含乌克兰的人民对于乌克兰的土地领土寸步不让的这些问题嘛，所以俄罗斯欧盟代表就直接就讲了，普丁不是真心要谈判，只是要跟川普拍照。这个拍照有意思了，我跟美国总统川普先拍照了，我只要你美国不介入就好，美国你不介入战争。对于俄罗斯来讲，我在乌俄战争就处在这个优势的位置嘛，所以他只要先跟俄罗斯先去谈判，而不是先跟所谓的泽伦斯基进行3方谈判，就表示我跟普丁跟川普之间达成一定的默契，至少美国不会去继续介入乌俄战争。那对于战争的情势来讲，他对俄罗斯就有这个把握嘛，而且不只是。对于所谓的美国，希望美国不能介入战争，他们其实在释放一个烟火弹嘛。这个烟火弹就是试射了一个可惜式的弹头的海燕导弹，为什么呢？核威慑嘛，你美国你要介入，我有核威慑，你也有核威慑，你最好不要动。如果你动的话，我的核威慑，你美国撑得起吗？所以他要的是跟川普见面完，他要的是美国不要介入乌俄战争，而他除了把美国排除在乌俄战争之外，他还拉帮结派嘛，拉中国嘛，所以就被传出普丁祝习近平要攻台哦。这个是过去在黑月的机密文件里面传出，就是一个骇客组织。他们害进去了俄罗斯的一些机密文件，它的文件名字叫什么？剑208秘密协议。讲到剑这个字我就敏感起来了。为什么呢？2024年中国对台的军演叫什么？联合利剑演习，我们都称为剑 A 跟剑 B 演习了2次，是不是跟这个机密文件有关？这个机密文件在台海演习的时候，中国进行台海演习的时候，俄罗斯有没有协助中国在进行台海演习的时候，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资讯也好，透过中国来进行这些演习这些东西未来我们都要防止的，而它帮助中国来攻台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未来中国不管在经济上面或者是在武器上面，可以支撑他们再继续打乌俄战争。OK， 在国际政治之间瞬息万变，那未来呢，不管是南海，或是尤其是台海之间，那大家都会关注到这一块。对国内政治来讲的话，那当然，接下来823，不管是核三研议的公投，或者还有7席的立委罢免这样的一个投票，那未来结果会是怎么样？会被牵动到在未来的一个政治的局势？尤其在现在立法院726过了以后，那蓝营跟白营还是保持在立法院优势。那当行政碰到立法，那未来会怎么样？更是大家注目的焦点。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谢谢妹子们，我们明天见，拜拜。